秦莽，至于这么紧张吗？叶董，这儿不是内陆。刚才那辆跟踪车队的商务车去哪了？在咱们驶入这儿后，对方直行离开了。秦猛眯了眯眼，颔首之余，抬头朝前方以及左右方的高处看去，乍一看，眉头更是紧皱不已。无他，符合狙击射程的制高点有不少啊。一旦对方进行狙击的话，他们护得住叶松吗？此刻，一股莫名的不安在秦猛心里头泛涌起来。作为前紫禁保镖，他那冥冥之中的直觉一向都是很敏锐的。直觉告诉他，今晚这儿恐怕不是那么的安全。叶董，我说句不该说的，今晚的活动能取消吗？怎么回事？就是有种今晚不会太平的直觉。有你们在，安全问题还不能得到保障。我说了，这儿不是内陆。老爷，你看这都到了门口，要是再取消的话，好像不太妥当吧？再者，我敢保证里面绝对是安全的，里头的那些二代一旦发生什么闪失的话，整个湘江的天都得塌下来，所以里面的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。也罢，既来之则安之吧。稍作思忖，叶松摇头轻轻一笑，旋即不由朝秦猛看去。秦莽，你看如何？好。一向都不喜欢废话的秦猛，也知道这节骨眼去取消既定的活动有些不妥，而且所谓的安全问只是他的直觉所在而已。这些年来，他的直觉并非没有出错过，虚惊一场的时候也不止一次，只不过出于职责所在，他有必要将自己的直觉说出来罢了。走，那就赶紧进去吧，他们都在等着了。叶董，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了，终于有机会见到你本尊了。来，老爷，我给你介绍了一下，李嘉诚，跟湘江首富同名。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听说过他，但他的父亲你肯定听说过，李昭济。嘉诚兄就是李老的儿子，深受李老厚爱。他现在主要负责昭济集团在湘江的业务。听说过李公子的大名，当年耗资7亿去操办婚礼仪式，不可谓不是轰动了全国。呵呵，让叶董见笑了。李二少，幸会。叶董，我更希望你能跟程英一样，叫我一声嘉诚兄。不知程英有没有跟你说过，我跟程英，咱们李家跟叶家可是有着几10年的感情来往了。每年回内地祭祖时，家父都会带我们到叶家拜访做客，年年如此，不曾落过。在踏上湘江这片土地后，叶大少倒是没少跟我提及你们李家。不过，就算叶大少不说，关于你们李家重情重义这一点的，很多内陆人士都是知道的，也包括我在内。感谢叶董对咱们李家是如此评价，叶董先入座吧。与此同时，会所正对面的一处高楼中，某简陋的房间里，一名长相英毅、悬挂着耳麦的外国男子紧紧盯着对面的会所。我已经就位。很好，把他给盯住了。狙击手已经在赶来的路上，最多30分钟即可就位。哦，我的天，37分钟嘛，但愿他不要在37分钟之内离开，否则我们将会白忙活一场。一旦等他回了花关内陆，恐怕不会再有任何机会了。放心，他在30分钟之内离开的可能性极其之低。还有，这也不是你该操心的问题，你只需要盯紧会所门口的一切动态，等狙击手就位就好。这次登场的狙击手靠谱吗？别忽略了目标身边的保镖可不是一般人，那可是花国的前紫禁保镖，他对危险的敏锐洞察绝非是寻常保镖能比的。问题不大。能透露一下咱们这次的任务具体是什么？我很好奇啊，要知道，俺晚上他的生活费已经高达5个亿，都没人敢轻易出价，包括咱们在内。这次咱们毫无征兆的就要出手了。我刚才可是去看了来着，俺晚上的生活费已就还列在那，可将这次的出手是跟生活费无关的。fuck， 你的屁话太多了，不该知道的不要去打听，这种道理还要我去教你吗？记住，你要做的就2件事，第一是监视情况，第二是为任务完成之后进行善后。好吧，我闭嘴。但完成的让咱们这次能够顺利完成这个任务，我已经开始期待叶桑被一场崩掉之后的各种论坛了。想想就很刺激。叶董，你在金融大会堂整的那一出，不可谓不是把自己推到了湘江社会的对立面。我能好奇一下你对此事怎么看的吗？恕我直言，其实你能处理得更好的。虽然我知道湘江记者的嘴脸，我也尤为憎恶那些湘江媒体，但有一说一，哪怕换作是我，在面对那些媒体记者时，即便明知他们是不安好心，更多时候都还是尽量要让自己保持克制。为什么要克制？叶松微笑着反问回去。你之所以要克制自己，那是因为你们有太多的顾忌，而我则不同。即使是面对内陆记者，我都从来没有要去克制自己的说法，更何况是面对湘江记者。可叶董，这次的问题是你把自己推到了湘江社会的对立面。首先，我只是在实话实说；其次，如果实话实说将意味着我会被推到湘江社会的对立面，那么就算让湘江社会去敌视我，那又如何？叶松顿了顿声。我相信你们比我更清楚，也要更了解湘江社会的现状。就过去跟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而言，你们认为湘江社会对待内陆的态度如何？连同李嘉诚在内，一众顶级2代全都晋升了。
还有，我今天之所以来这儿，是因为叶大少跟我说了，说你们的立场都是完全没问题的，所以我才答应前来，也才会去跟你们说这些。我不介意跟你们交个朋友，也不介意彼此在有机会的时候联手铸就双赢，甚至也不介意在你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我尽可能去搭一把手。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在涉及到华国这俩字的时候，咱们的立场必须是一致的。叶董，如果咱们的立场不一致，你觉得咱们还敢在你搞出这场风波的背景下跟你扎堆吗？这已经是很直白的态度了。诚如你所说，湘江社会的确存在很多问题，但那些都不是我们能够去解决的。不过咱们解决不了湘江社会那些根深蒂固的问题，但却是能够帮你化解这场风波。只要你需要的话，咱们随时都能够行动起来。不需要。一众湘江顶级2代顿级正主，这不需要。叶董，该说不说，如果放任着舆论继续这么下去的话，恐怕会加剧两地民众的撕裂，会让两地的矛盾愈发加大。就算这次的舆论被平息下来，就算这次的舆论能够迎来反转都好，两地的矛盾就能因此而消散吗？湘江社会对内陆的傲慢与偏见就会荡然无存吗？既然答案是否定的，那为何不让风暴来得更猛一些？两地越是撕裂，矛盾越是加大，到来头落不着好的还得是湘江。至于对内陆所占成的影响，明显是不会太大的了。所以叶董，你是如何看待这种状况的？不破不立吧。既然湘江人想做，那就让他们做个彻底呗，就看看到头来疼的是谁，痛的是谁。叶董，你这话似是话中有话。如果觉得我是话中有话，那就自行慢慢琢磨得了。好了，不说那些了，我就把话放在这。如果叶董有需要的话，尽管开口，咱们必定会全力以赴的去帮叶董解决问题。在湘江这一亩3分地上，咱们不敢说能办到一切的事，但我敢说的是，如果连咱们联手都办不了的，那么湘江的界上也就没人能办得了了。李嘉诚话音刚一落下，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微一嗡颤，后者拿出一看，在看到上面的信息内容后，一抹笑容顿即浮出。对了，叶董，忘记跟你说了，其实今天这场派对不止咱们这些人，还有一位你的老熟人。什么老熟人？再过个3-2分钟他就会现身了，现在就先容我卖个关子，